清晰。R9S OPPO 拍照手机。腹部有缝过针，死者已经完全没有内脏了。郭立强人际关系复杂，排查起来难度巨大。郭立强的朋友，你怎么能认识这个坏小子？我没有尽好当哥哥的责任，没照顾好这个弟弟。有一个儿子，但可能离过婚。郭立强这个人生前嗜赌成性，他赚的很多钱都输在了赌桌上。不过他生前还欠了一大笔赌债，债主叫做黑八。除非丢失的这些器官本身对于凶手来说就是最有价值的东西，比方说器官移植。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在里面啊。朵朵什么时候去啊？小刘，给我拿一桶汽油过来。我冷，我要烤火，给点上。哎，别的，我出来。下来。养不了肝，咱们就养胃。来，吃个煎饼吧。我不吃那种东西。哎，我特意给你加了2个蛋，金妈妈多辛苦啊，你吃一个吧。你不吃我吃。数据不对。数据不对。依托米酯和芬太尼的含量呢？100到300微克每公斤，没错吧？尸体是在湖里发现的，麻醉剂本来就会代谢，尸体又在水里泡了那么久，水分会进入身体的细胞，更会稀释药物。如果现在还能维持在正常的含量的话，那一开始注射的时候剂量起码在500微克每公斤以上。没错，是强子。手指头是怎么回事？手指头不是我砍的，是他自己砍的。他为什么要做自己的手指头？我哪知道，我不是去要钱的。他切了一手指头放我这嘎达了，说戒赌，我能咋整啊？你给我老实交代啊！我说领导，我有证人啊，一帮人都看着了，他以前给我这嘎输成多钱了，我跟他撕啥逼呀？你说？可是他为什么要加大剂量呢？加大麻醉的剂量会对心血管系统造成影响，会增加器官移植的难度。除非他不想要器官，他只想报复杀人。报复杀人的话，凶手一般不会善待死者的身体，尸体上都会有折磨或者虐待的迹象。但看样子郭立强没有受过这种苦，说明他跟凶手之间并不存在报复关系。也许加大麻醉剂量，其实是为了照顾死者的感受，减轻他的痛苦程度。照顾死者的感受，那只能说明凶手和死者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近的。郭立强在你们赌场欠了不少钱吧？你能就这么放了他？我拿他写招没有啊？他哥那么有钱有势的，该你们这嘎达，那基本上都是输1不2的主啊。那我也他，那我不有病吗我？郭立强的哥哥。我没有尽好当哥哥的责任，没照顾好这个弟弟。阿强虽然倔强，但不至于有要命的仇家。郭先生，腿伤多少年了？7、8年了，治不好根儿啊。郭立夫，走。医生，我们进怎么样？病人目前还在抢救当中，急需输血，但是这种血型我们医院没有，只能重新。属我的，我是他儿子。郭总，
经我们调查，郭立富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曾多次入院接受治疗。可是我们排查了全市入院记录，郭立富从这个日期开始就再也没出现过了。身患重病又不去医院，那说明他有自己的医生。把那个视频调出来。好，这是我们3个月前拍到的郭立富。再把最近的那个调出来。好，这个是最近拍到的。从最新的视频里来看，他的病情有所好转，但是仍然拄着拐。可是你看那个动作，他在上楼梯最需要拄拐的时候却没有用拐，说明他是装的。装的。2个视频的区别不光光是在腿，更重要的是心脏。之前因为心脏不好，所以腿部有水肿，现在水肿已经消除了，走路也正常了。所以你是说他是在装瘸？这就是说，他早就已经做了心脏移植手术。心脏移植手术必须在6个小时之内完成，也就是说，郭立强死的那天他已经完成手术了。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啊。有，你们先去抓人，证据我来准备。妈，来，喝口汤。那好多了，我自己来吧。还是让我来照顾您吧。啊。伯母你好。你好，大夫啊，他是谁呀？哦，他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，我们俩这2天要出趟差，我可能得回来才能来看你呢。啊，去吧，那边冷不冷啊？要冷啊，多加件衣服。不冷，您老自己多保重啊。妈，什么事儿啊，大夫？汤是不是有点咸啊？不咸，正合适。等我回来再给您煲。哎，好，去吧。郭总拐杖没拿，您照顾好自己。谢谢。郭立富的血液里发现了2种 DNA， 一种是他自己的，还有一种是他弟弟的，说明他确实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。不过幸亏你发现了麻醉剂量大小的问题。不论是麻醉剂的剂量，还是郭立富体内的2种 DNA， 都是尸体的语言。每一具尸体都有自己的密码，一旦我们破解，他就会说话。记住这句话。领队查过了，这是心脏移植手术康复的药。这些年，我捐了不计其数的钱，建小学，做公益。可我那弟弟呢？他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给的。如果没有我，
他早就饿死了。是我让他活到了现在。我救过那么多的人，可是换成我，活下去怎么就那么难呢？先把药吃了。这个时候吃不吃都无所谓了。你以为你有权利决定别人的生死吗？如果我死了，那个不孝子会怎么对我吗？他只会把老人家气得送进医院。换成你，你会怎么做？那我问你，你敢把你做过的事情告诉你的母亲吗？你一下子让她失去了2个儿子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这么多年不去医院，你一定有自己的医生吧？是的。知道你去医院做输血，会暴露你有心脏移植的事情吗？知道。你知道你弟弟经常赌博？我给他还了几百万的债。那你也知道他小手指头？打仗被砍掉的吧？他自己砍的，当着债主的面，从此之后再也不赌了。别告诉他老人家。给你来个腿吗？那一会儿给林涛留着吧。好吃。你怎么发现的这个地方？不是。要是我喊你来吃饭，你不说话也就算了，你喊我来吃饭，这一句话不说，不太好吧？食不言，寝不语，除了是礼教之外，最主要还是对消化系统的尊重。大王也在啊！快，喝粥。老秦能带你来这家餐厅，就是把你当自家人了。我觉得80%是喊我来买单的，不过终于有一个人来陪我说话。看来老秦的沉默已经把你折磨半天了，是吗？他这个人是有些变态的，你要花一点时间慢慢适应。变态早就能适应了，当尊佛像呗，供着。哦，对了，跟你们说点工作上的事儿。你们知道那个姓郭的为什么要到湖边抛尸吗？
说说呗。又钓到鱼了吗？小声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今天钓了6条鱼了。哦，你长大想干什么？我想挣很多很多的钱。那干什么呀？我想给你治病。你呢？你长大想干什么呀？哎，你看鱼上钩了，快来帮我。辛苦了。这个地方很偏僻啊，一般除了上坟，没有什么人会过来这里。死者年龄不大，把绳子解开，剪的时候避开绳结，绳结留下当物证。好，知道。已经请出尸僵了。你们看，就有一个明显的脚印，形状很小，但是通过这个纹理看起来像是一个男人的形，而且前深后浅，很有可能是垫了内增高，说明这个男人对自己的身高非常不自信啊。死者怎么又少了一颗后槽牙？这已经是这几个月的第3起了，你确定是死后拔的吗？没有生活反应，可以确定，这可能是一起连环杀人案。死亡时间是在凌晨3点左右。尸斑已经遍布全身，说明死亡时间在17个小时以上。膝盖上的尸斑指压还能还原，说明死亡时间是在19个小时以内。凌晨3点，
一个姑娘跑到墓地去干什么呀？衣服没有被撕扯过，只是有些凌乱，绳子绑扎过的地方有轻微的出血跟脱皮现象，说明是生前捆绑的。但死者的头部没有遭受重击，也没有反抗的迹象，这一点是最奇怪的。会不会是被人下药了？已经抽过了心血，正在化验。处女膜完整，口腔跟肛门的生物检测报告也呈阴性，排除了非正常体位性交的可能。没有被性侵，可是也不是抢劫啊。他的手机和钱包都在身上。死者的颈部有一道很深的锁沟，经过1天的日晒，已经皮革样化了。双眼眼睑球结合膜布满凝血点，心血不宁，指节乌青，说明他是被人勒住之后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。会不会是为了追求刺激，窒息性高潮？嚯！如果是追求性刺激，不会像凶手这样用这么大的力。反正反抗的痕迹很轻微，只有四肢被捆绑处有轻微的擦伤。当然，如果死者四肢被捆绑然后再被勒紧，他确实也没什么能力反抗。那有没有可能，把人绑在墓碑上是一种风俗，把这个女人当做祭祀品，就像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？那几十年前差不多。几十年前也不可能吧？那么问题来了，凶手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呢？反正现场的针扎痕迹并不明显，那是不是说明凶手和死者有可能认识？从小肠结合物的死亡时间来看，死者没有吃晚饭，最后一顿饭是在前一天中午的1点到2点，有可能跟凶手在一起。最后的午餐，这顿饭他吃了海鲜还有西红柿，你有什么发现？你不是都看见了吗？我问的是你的鼻子。我又不是警犬。死者身上最大的疑点在他的右手，有被鞋重重踩过的痕迹。死者名叫戚静静，看，就是他，26岁，是某装潢公司的销售推广人员，平日里业务广泛，人际关系复杂。据他同事说啊，他的收入一般，但是平常花钱还挺大手大脚的。这些化妆品加起来起码是他好几个月的工资。像她这种女人，心思应该不在工作上，而在男人身上吧？你们这些男的为什么总是对女孩有偏见？人家有点钱买点化妆品怎么了？女孩子爱漂亮，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嚯！嚯！妈呀！这原来是个闷骚的处女啊！这就是你不对了，天天穿性感内衣就叫闷骚啊？秦明还天天穿西装呢，也闷骚吗？好像是有一点。滚走滚走！哎呦！一个空的戒指盒，他都包得这么好，那枚戒指是不是对他很重要？死者的这枚戒指被踩了又踩，说明它可能代表着某种含义。会不会是背叛？我觉得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。这戒指做工粗糙，应该就是手工锻造的吧？
死者戴戒指的部位有明显的戒指印痕，戴戒指部位的皮肤颜色明显浅于周围的皮肤，说明这枚戒指它是长期佩戴的。那戴戒指的人和采戒指的人很可能就存在着情感关系，所以很有可能是一起情杀。老爷，可以啊，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侦探了。阿加莎全集我都读完了。推断犯罪动机这事儿本来就不是我们法医的主要职责。如果你受不了你这个无聊的上司，欢迎加入我们刑警队。好啊，好啊。你小腿粗，重心低，练个擒拿什么的应该没有问题。哎，你确定给我枪之后你不是最危险的吗？我们是不给警犬配枪的。说正事儿。你们刚刚的猜测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去支持。现在我们已知的只有通过足印来判断凶手的身高在1.7米左右。另外，尸检显示死者生前没有中毒和服用安眠镇定类药物的迹象，他是被人带到现场的，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。林队，迄今日的受委关系已经排查出来了，他在死前最后通报的人叫曹哲。曹哲，行，咱们兵分两路，你们来查一下这个戒指，我来查一下这个曹哲。哎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这看路呢，附近好几条路都堵上了。上我车吧，我这车能穿小道。你这是车吗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这迷你小吉普。快点，快点。这边，哎呦，快快快！上不上来？这车是我送给我爸的，我爸嫌难看，所以我不就开了吗？要不然浪费。安全带。你爸品味比你强。出发。说说吧。说什么呀？我们刚刚路过了3、4家首饰店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选哪家？龙发市呢，一共有3家提供定制服务的首饰店，1家买卖黄了，另外1家是高级定制，只有1家符合条件的在前面，我们只能从这一家查起。好，那就听你的，反正你勉强也算是个女的。戒指可以把你们的免费刻在上面。你们稍等一下。您好，2位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制作戒指的课程已经预约满了，你们可以改天再来。我们不是来做戒指的。警察。啊，警察，我们可以打9折的。我们不是那意思。那个老板娘，您见过这个人吗？这个女孩和她男朋友来过。老板娘，我们想选款戒指，我们2个人，那讲讲我们。喜欢吗？喜欢。那您记得她男朋友长什么样子吗？她男朋友戴着副眼镜。你觉得这款怎么样？你喜欢就行。老板娘，会不会特别难？具体长什么样我还真记不清楚了。那为什么对这个女孩这么印象深刻呢？我们店里制作戒指是可以免费刻字的，一般免费的事是不会有人拒绝的。那女孩是特别想在上面刻字，那男孩却不愿意，2个人就这样都在我店里吵起来了，还摔了我一个镜子，所以我对他们印象特别深刻。想不到开老头车的也这么懂女人啊！想得到穿西装的，果真都不会聊天。曹哲，身高1.70米，是齐静锦的大学同学。我问过他，
他跟戚经理见面的时候，点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，还有一个海鲜红烧烩，跟死者胃里的残留物一致，戚经理很可能就是跟他吃的饭。戚经理很有可能就是在见完曹哲之后失踪的。但根据曹哲他所居住的小区视频显示，他的确是在吃完饭之后就回家了，而且再也没有出来。我跟秦明去过一家首饰作坊，基本上可以确定一点，戚静静有一个神秘男友。根据死者的通话记录，我们查了他神秘男友的身份。这个男的叫孙凯，身高1.83米，IT 精英，家境富裕。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死在家中了。现场保护了怎么？第一批到达现场的人当中有社区的志愿者，所以就怕这样，进去的人多了，能勘察到的信息就少了。走吧。你怎么了？这里边是开过冷气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开冷气和开暖气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确实，警察刚来的时候发现空调是开着的。这也没到开冷气的季节吧？你鼻子还真灵啊！啊，对了，我们在这边发现了一个与戚经理同款的戒指盒，所以你们的猜测应该是对的。孙凯就是戚经理的神秘男友，而且据我们了解，他们俩在一起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分手了。但是在1个月前左右，他们俩的联系变得频繁了。发现了什么有价值的指纹吗？基本上在很多物体上面都看到了戚经理的指纹。我们还是看看尸体有什么能告诉我们的。好。照着你的眼帘，空气中弥漫着危险，一样谎言转眼欺骗，故事暗藏深渊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总是鲜血淋湿枯竭，黄灯这夜闪我不眠，有需我来破解。不安的跳动间，安息却不能眠，历历浮现，被洗将他的纯挚的争乱死结，笑旁人冷眼，人心不能搁浅。苍天日月可见，这些我来分辨。吹着口气，痛对冷眼，触摸黑夜，如墨如烟，回首起无还作戏。都给你了，你还想要怎样？我还特地把她是处女之身写在上面。
男的先死，女的随后，你们两个都是被勒死的。凶手曾经虐待过你，但是他在你的死后，却最后一次抚摸了你的脸。知道了，他在征婚上就第一位写着处女。这个李华夏是什么人？把死者的后槽牙拔掉，跟折磨他有关系吗？你很放屁！谁想杀？谁想杀？我他妈爱情！